什么？你把唐二宝给追丢了？各位大人，我明明是亲眼看见唐二宝跑进醉花楼那酒馆的，可后来找不到人了，看来那酒楼肯定有问题。吴大人，赵捕头跟丢了唐二宝是本官的责任，不过我相信我的手下，唐二宝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，归案是早晚的事情。冯大人，圣命如天，延误不得。好在本案已经有所突破，杀害小凤的地点跟凶器已查明了。那么宋某认为，现在应该提审史文俊，以查明案发前因。什么？提审史文俊？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为什么不可？冯大人，因何不可？别！我觉得这个宋提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吴大人，你说现在提审一下史文俊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冯大人，下官说不可以，那是因为下官不放心。哎呀，这你就多虑了。你我三人都是圣上钦点的主审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啊？冯大人，您可是钦定的主审啊！您想一想，这个案子至关重要的原告唐二宝，在他宋大人面前说跑就跑了。当然了，宋大人派人去追，可是追了半天，他把唐二宝给追丢了。不但两手空空而返，还轻轻松松地说了一句“找不着人了”。那我吴某就要怀疑了，是真找不着人了呢，还是另做了什么手脚啊？吴大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是说宋某故意放走了唐二宝吧？哎，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，我可没这么说。你说不说不也就这个意思吗？你，对，本官正是这个意思。冯大人，他史文俊可是关在天字号大牢里的要犯呐。冯大人，您坐。冯大人，我再跟您说，他堂堂的提刑衙门，连个卖柴为生的农夫都看不住，却从那个天字号的大牢里把那个要犯史文俊提出来，你说我能同意他这么做吗？反正在座的二位官职都比我高，那天掉下来砸不到我吴某的头上。可是您不一样了，冯大人，您是亲命的一品主审，到时候圣上怪罪下来，那就得您一个人担着了。我怎么担呢？这个责任我可负不了。宋提刑，我觉得提审史文俊，好像是有点欠妥了。冯大人，您是怕担责任呢，还是怕被某些人给吓着？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呀，宋提刑。我和你岳父薛大人可是同朝弑君，私交甚厚啊。宋提刑，我一直没把你当成外人啊。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跟你说说。你呀，来京为官10日不久，有好多事情你不知道、不晓得，所以事事要小心，不然弄不好，什么时候给王八那东西在要命的地方咔嚓咬一口，这辈子就完了。所以啊，遇事要小心，要谨慎。提审这事儿呢，我觉得，冯大人，又是在意啊，在意。好，冯大人，那就在意。哎，在意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别走啊你！哎，你看看啊，连你御史大人都不放在眼里，简直是狂妄之极。我看他跟史文俊是臭味相投。哎呀，不能这么说。史文俊一案，案情复杂，有好多地方非要
他出大力呀。冯大人，您不必多虑。来，请坐。您还没看出来吗？啊，史文俊仗着有点功劳，又手握兵权，所以就居功自傲、狂妄不已，早就是圣上的一块心病了。如今边关吃紧，敌国重兵压境，最怕的那就是内外的勾结啊。所以我想啊，这次的史文俊通敌案，正好触到了圣上的病根子。圣上这回是绝不会放过史文俊的。哎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次圣上必杀史文俊？哎，杀不杀史文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宋提刑为什么要在圣上的面前抢着把这个案子接过来？我想他是别有用心吧。哎呦，他会有什么别有用心呢？哎呀，冯大人，虽说宋慈是薛大人的女婿，和你冯大人关系又不错，但是有句实话我得告诉您，人心隔肚皮呀。那宋慈是个野心勃勃的人，自从进了京城，他就是要做大官登高位，不达此目的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以你我要跟他一起共事，千万要小心谨慎，绝对不能让他耍花招，把咱们套进去，否则圣上怪罪下来，你我的乌纱帽可就都丢了。你这么说，有什么根据呀？哎呀，现在我还没有抓到什么确凿的把柄，也不敢乱说。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薛大人对他这个不安分的女婿也存有戒心呐。这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？说呀！我说呀！怎么不好说？我去。说呀！咱们再见了啊！圣上真不该让那位冯大人当主审，那个葫芦蛋被吴苗水拿话一下就六神无主了，什么主意也拿不了。大人，要不我再带人去那个酒店搜一次，真是邪门了。我明明亲眼看见唐二宝跑进酒店的，转眼就跟钻了地缝似的没踪影了，一定是那家酒店有问题。大人，你真记得那家酒店是朝中大员经常出没的居中？大人，反正人家说了，像您这样的四品官，只配在大堂喝酒，根本没有进雅座的资格。哎，那个店主你可记得？我记得。可是左脸有一块胎记的。他说，袁杰让他带着10万两银子和一个管事的到京城一个很气派的酒楼，找一个左边脸颊有块红记的老板接头。大人，我竟忘了英姑说的是，我没注意。仔细想想，仔细想想。不知宋提刑到此失礼了。史夫人，这小凤乃是史府的一个婢女，她死了，史夫人都伤情过甚，还亲自点烛焚香，可见这小凤的身份是不一般呐。宋提刑莫非已知小凤的身世？夫人可以不必问我知道不知道。重要的是，我想知道夫人怎么说这小凤的身世。唉，小凤这孩子真是可怜，才16、17岁，刚刚成人就命丧黄泉，也不知生身父母是谁。夫人说下去。请。唉，小凤这孩子真是命苦啊。要说他的身世，师府内也就2、3个人知道。记得16年前，3月29那天，我去天竺寺给观音菩萨烧香，
你要干什么？不要怕，我看你一个单身女子带个婴儿，无依无靠，想必有为难之处。谢谢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请留步。你还有何话？我看得出夫人是大慈大悲之人，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。我恐怕将不久于人世，只可怜我的孩子。我希望夫人将他收养，让他苟活于人世，等将来做牛做马，一定报答夫人。这10几年，小凤在石府，在我身边长大，一步也没有离开过。我是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。这孩子心地善良，容易轻信，偏偏就遇上唐二宝这个人面兽心的坏家伙，骗他上当，害了他的性命，也害了我家老爷。夫人。你说这个小凤是婴还是抱来的？那么在襁褓之中可有什么物证啊？这我倒没留意。小凤自幼是由周妈抚养的，叫她干妈的。哦，夫人，那这个周妈可还在呀？周妈3年前就过世了。也许小梅知道一些事情。来呀，快去把小梅叫来。是。石夫人，这个史大人对小凤怎么样啊？我晓得您的意思。我家老爷脾气不好，经常骂人，动不动的还打人。可他绝非好色之徒，婢女丫鬟从不染指，对小凤更是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的，十分疼爱，从不骂她一句，还说要在他的部将当中给小凤找个好男人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夫人，小梅，你从小跟小凤在一起，你可知道她婴孩时襁褓里有没有一样东西？回夫人，有一样东西，我娘把它一直藏在箱子底下，现在还在呢。那你快去把那样东西拿来，给这位大人看一看。不必了，石夫人，还是我跟小梅一起去看看吧。哎呦嘿，黑头兄弟，你可回来了？怎么样，主人让我上哪儿去？急什么？我看呐，外面好像还有提心司的人在转悠，等你出窝呢。哎，没办法，再饶着吧。这破地方，我已经在这儿待了3天了，都快把我憋死了。嘿，谁让你自己拉完屎不把屁股擦干净？不是我说你没用，一个小姑娘你都对付不了。你说的是什么狗屁话？这事让你干，你干得了吗？哼，不说别的，瞧你长得那个熊样，连句人话都说不出来，人家连大门口都不会让你进的。当初要不是我巧施手段，在公堂上凭着我这张巧嘴对答如流，还不知道出什么纰漏呢。得了吧你在那儿自以为是，主人可不见得高兴。人都死了，好好的事儿让你办到这种地步，还不知道他有什么猜测呢？还有什么胡猜乱想的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难道我还编瞎话骗他不成？你说的是不是实话，我可不敢打包票。反正主人没发话，你就得在这儿待着，好好的避阵风再说吧。啊！哎，黑头兄弟，我在这儿实在待不下去了，
要不这样，我到你家呢躲几天，总比在这儿窝着强吧？啊？这个嘛，我得问问。嗨，就这么点小破事儿，还问什么呀？就这么定了啊！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你，石夫人，啊，有印泥吗？有。偶得柱。不是偶得柱，是偶得家具共剪窗。这是唐人的诗句，通常用作闲章，是文人的一种意趣。哦，哎，大人，你说这小凤的生母也是很奇怪啊，别的不给她留下，偏偏留下一方印章，莫非小凤的生父也是个舞文弄墨的文人？没准儿是京城的风流歌做的孽。来，小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也是襁褓里留下的，是我娘依着鸟儿把它叫做小凤的。小凤，我怎么看着像是一只燕子？燕子？这燕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各位朋友，慢走，慢走。哎，来，行。大人。英姑，哎。泡个脚吧。哦。大人，来。英姑。啊。你先睡吧，我自己来。大人。您好长时间没回家了，要不您回去一次吧，否则夫人会担心您的。你操这份心干什么？我，英姑，这些年我跟玉珍聚少离多，在一起也没什么话，早就习惯了。大人，自打您回京之后，您对夫人现在是越来越冷落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夫人心地善良，处处为您着想，事事做得周正。这次史文俊的案子，如果不是夫人出面去求惠爵公主，皇上是不会宣您进殿的呀。原来是你们找了惠爵公主，皇上才招我进宫。哼，难怪呀。不，大人。这事儿不能怪夫人呐。那天您私自决定去石府查案，我特别担心你，于是去找夫人商量，去求的惠爵公主。那你们就背着我求人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和夫人都是特别的担心您呐。英姑，这原本也不为过，但是这件事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以后不要再这样了。你走吧。
捕头大哥，你进来吧。云姑，我知道你偷偷跟在我身后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你一定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，请坐。是啊，我有句话一直想对你说，可不知道从何开口。这些年，你我追随宋大人，耳闻目睹官场上的是是非非，也有所听闻。稍有不慎，将会受人以柄。大哥，你想说什么，我都知道。其实，你什么都不用说。听你这么说，看来我是多虑了。英姑啊，大哥是个粗人，直来直去，你别见怪。怎么会呢？你也是我的哥哥。史文俊一案，你们几个审的怎么样了？有结果吗？圣上，案子看来有点复杂。师傅丫鬟之死，据宋提刑查验，与初审原告所言，似乎有点出入。难道这个小丫鬟不是史文俊刺死的？陛下，石府的婢女小凤死于刀下，可经检验伤口不像是剑刺所致，而且在石府的后花园池中拾得剔骨尖刀一把，疑为真正的凶器。唐二宝借故逃脱，不知去向，所以臣以为史文俊杀人值得推敲，唐二宝的身份也可以再查。臣正四处差人捉拿唐二宝。好了好了，方御史、宋提刑，你们两位可真是有耐心呐！啊，放着惊天动地的通敌大案，你们居然为一个10几岁的小丫鬟，去耗费数日时光，哎，这到底有什么可查验的？啊，石府死了个小丫鬟，一边是通敌大案，哪个为重，哪个为轻？哼！哎呀，你们可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！是啊，这通敌之罪查证了吗？查了。武知府啊，你说吧。回禀圣上，这几天微臣是日夜奔波，明察暗访，已有所收获。有新的线索了吗？微臣这几日已经探得，史文俊虽然掌管兵权，但他教素不严，其属下更是骄横粗暴，为所欲为。特别是兵士操练日渐疏懒，萎靡不振。近日来，兵营内更是议论不休，纷纷为史文俊鸣冤叫屈。还有少数的官兵恶语咒骂朝廷大臣，还埋怨皇上有眼无珠。通敌之罪查证了吗？有新线索吗？这个还要待微臣继续查询。哦，圣上，兵部侍郎被拘入狱，导致流言四起，军心不稳呐。在下以为，还需及早的审定史文俊案，尽早定夺，以免兵营生乱，贻误大事啊！吴大人所言极是，圣上。史文俊一案猝发已有数日，朝野震惊，议论纷纷，影响极大，不宜拖延。史文俊通敌，既有亲笔书信为凭，便可定案。3、5日之内，继续做出最后的审断。3、5日，这恐怕时间太紧了吧？从此啊，案中的细微环节不必过多的计较。吴知府，我在。审案定罪，
你的责任最重。薛大人放心，卑职一定尽心竭力。他走了，这屋可就剩了咱们俩了。啊，剩下咱俩怎么着啊？你还能吃了我不成啊？哎呦，我呀，还就是想吃你。哎，二宝兄弟啊，有道是朋友妻不可欺，你为啥三天两头总想来欺负我呀？嘿，什么朋友妻不可欺啊？黑头那小子整天把你冷落在家里，你还不够闷得慌？啊，也就是我给你找点快活，你是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是吧？那可不行，你不能老想着白占我的便宜呀。哎，那当然，等主人给了我赏银，我给你啊买一个2两多重的纯金镯子，怎么样？真的？那当然了。那还差不多。哎，那咱们就快来吧！啊，哎，我的宝贝儿，快！哎呀，宋提刑，哎，为查案，你连日劳累，哎，难得歇歇。今天有老夫做东，我们俩一起喝喝酒，聊聊天，放松放松啊。冯大人，这个酒喝不成啊！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冯大人，下官早就听说呀，这个醉花楼，像我这样的4品小京官是不能登这种大雅之堂的。我不能坏了人家的店规呀。哎呀，谁那么胡说八道啊？开酒店的付银子喝酒，哪有这种破店规呀？哎，宋提刑，说好了。今天我们俩要一醉方休，如何？不着急，冯大人，您也不必客气。您今天叫宋慈前来喝酒，我想是有话要说吧？这样，我们先说话，后喝酒，免得一会儿舌头短了，有些话可能就说不清楚了。哎呀，宋提刑，你真是个痛快人呐！好。这儿又没有别人，我今天跟你说几句实话。史文俊的案子，我们俩肩膀上都持着分量。今天上朝的时候，你看没看出来，圣上有点不高兴。依我看呢，识府小丫头的那些细枝末节，就不要再追查下去了。费心费力的弄不好，到时候责怪下来，还落个吃力不讨好。冯大人，您说细枝末节不再追究下去，那是指哪件事情不再追究下去？宋某听不大明白。这个嘛，这个我，哎呀，反正宋提刑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还看不出来吗？史文俊这个人呐，一介武夫，还不知好歹。哎，你忘了那回，他大闹你老丈人薛大人的寿宴。史文俊这种人呐，哎，这种人能够保住他的性命，免了死罪，给他一个削职为民的处置。不株连九族，不没收他的财产，对他就够宽大为怀了。冯大人，那宋某就更不明白了。如果说史文俊原本就无罪呢，那么削职为民、保全性命，还算是宽大为怀吗？你如何证明他是无罪的呢？哎，小凤被杀之事，虽说是有点疑点，但能证明他是无罪的吗？啊！再说，唐二宝在你鼻子底下逃之夭夭，你又如何说得清？另外啊，他私通敌国之罪，
这可有他亲笔书信为证，你能帮他洗白这个罪名吗？哎呦，宋提刑，头脑不要发热，不要太自信了。冯大人，可是本案我越查疑点越多，越查线索越乱，这一定是有其他原因，史文俊才涉嫌此案的。如果说我们只因为史文俊是一个遭人怨恨的刺儿头，不顾事实草草结案，这也不妥呀。有没有其他原因？你我都拿不出证据。反正史文俊的案件，圣上催得紧，该结案就结案吧。冯大人，照我看，恐怕是史文俊得罪了什么人，有人牵在其中，才引发此案的。哎呀，哼，这个事情谁也说不准。史文俊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，这几年他得罪了多少人呢？在朝廷百官中，他有几个朋友？啊，这，火来如潮涌，墙倒众人推，你能查得出是谁吗？所以呀，让你收场就收场吧，不必下这个苦力细查下去。官场上，哼，少了这个刺儿头，更省心，更方便。哼，哎，这话也就你我二人在这里说说，外面可不能说，啊！哎呀，在京城里做官啊，得处处小心，事事留意。哼，你呀，还年轻，又有老丈人薛大人在朝上，日后啊，有你往上升的。嘿嘿，哎，一定要得到圣上的赞赏，跟众官员大家都和睦相处。哼，不然史文俊就是个实例。冯大人，宋慈明白了。好，把你说明白了，今天的酒就喝得值了，啊！酒呢？怎么还没上啊？冯大人话讲完了。话讲完了，酒还没开喝呢。啊！冯大人话讲完了，宋慈也还有公干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是大人，我正到处找你呢。报国寺后山有个30多岁的男人被杀，会不会是唐二宝？赶紧去看看吧。临安府来报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刚听说，现在去没准能赶在他前面。快！来啊，起轿，走。吴大人，宋大人，你消息灵通啊！你耳朵也不慢呐。哎，这边。这死者到底是谁啊？吴大人，自己看嘛。宋大人，您是验尸的高手，还是您来吧？好啊，吴大人既然如此客气，那我们就按大宋刑律验尸。英公，哎，验。是。宋大人，这我，大人，验完了。验完了。对。对，验完了。宋大人，但依你所见，这死者他是何方人士？何种职业？死于何时？又被何种凶器所杀？英公，
哎，给吴大人说说。是大人。从死者的衣着服饰来看，死者是京城人士，年龄在37、8岁。死者的身上有一股浓烈的油烟味儿，可以推断他生前在酒楼要么是跑堂的，要么就是个厨子。死者的四肢尚未僵硬，肌肤稍有一些转色，可以推断死亡的时间应该是2个时辰之内。从他的伤口来看，杀人凶器应该是一把长约7、8寸的双刃利器所为。吴大人，我提刑司这女书吏说的，你可信服啊？信服，心悦诚服。那好，赵捕头，在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卑职遵命。吴大人，您看什么呢？姑娘果然是和宋大人朝夕相处的助手，不但人长得漂亮，嘴也利索，看来确实是得到了宋大人的真传呢。其实吴大人当年在太平县的时候，已经领教过我们宋大人的神奇手段了。怎么，吴大人，这么快您就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姑娘，你不能往别人伤口上撒盐呢。我是怕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撒把盐帮他长长记性。你哀伤未怒伤肝，吴大人千万别发火，善自珍重，好自为之。走。哎，这说了半天都是废话。这死者是谁啊？哼，吴大人，脑子不好，记性也不好。宋大人和殷姑娘刚才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了吗？我问你，这个死者究竟到底是谁？您下次听宋大人说话的时候用点心就行了。来呀，把尸体抬走。走。我的夫啊，你死得好惨呐！是谁这么狠心把你给杀了呀？哎，这是你丈夫啊？这是我男人，叫黑头。今天一早起来还好好的，怎么就让人给杀了呀？你丈夫是个厨子吧？他在哪家酒楼干活啊？他在醉花楼，他也没什么正经事儿，今天这儿帮帮忙，明天那儿寻个活儿的。醉花楼？你说他在醉花楼干活？不是，他是以前在那干活，很久没去了。站住！二宝，站住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看你一脸杀气，不像是来这儿喝酒我了。喝什么酒啊？我正在追捕要犯，你赶快给我让开！谁是要犯？对了，前2天我在醉花楼看见过他，他还跟我耍花招。他果然是在醉花楼。我没有啊！哎呦，我的夫啊！来，起来，我问你。啊，你干什么呀？人家丈夫死了，你还来调戏我呀？想让我改嫁，也得让我给丈夫守孝3年呀！你，哎呦，我的夫啊！哎呀，哼，不行，我吴某断然不许。吴知府，你说不行就不行啊！你我同为复审，此事行与不行，得听主审官冯大人的。冯大人，你是此案的主审官，你说说看，他哪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啊？你可是老御史了，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你是最清楚的。他史文俊是钦定的重犯，关在天字号大牢里，除非共庆圣命，才可提人出牢，否则圣上怪罪下来，你我担当得起吗？这个冯大人，哎，黑头之死绝不是一般的谋财害命。唐二宝借宿于他家多天，而后死于报国寺后山上。
这说明此人有重大的杀人嫌疑。眼下没有其他线索，只好提审史文俊，好弄清他的下落。此事刻不容缓。要不我们不替人犯出狱，就在牢中审讯。吴知府、宋提刑，两位看如此，这个可以吗？好，吴知府，此事不必恭请圣上了吧？宋大人，你既然执意要见那个史文俊，那就只好请你进天字号大牢了。好啊，走。方大人，你走好啊。哎。